香港绝不只是一座海陆之交的现代都市，它更是时间长河里的一处处坐标。当所有人都在惊叹辉煌的天际线时，谁能目睹它沧海桑田的丰厚底色呢？这一期我们要穿过高楼的缝隙，去寻找那座跨越2000年的汉代古墓，去寻访宋代风华的终局之谜。在上千年的陆权视角下，香港是一处边缘地带，60%以上的山地，破碎的海岸线，孤悬珠江口东侧，但它又紧密连接华南腹地和浩瀚南海。这山海交汇之处，免不了见证两种宿命：逃离与抵达。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无论是躲避战乱、寻找生计，还是开疆拓土，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这片看似贫瘠却又极其包容的山海。那第一批真正让这里产生文明回响的人，到底是谁呢？在所有关于香港的故事开始之前，我们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香港的起点在哪里？很多人以为香港的故事是从1841年一面米字旗升起开始的，但身后的东汉古墓告诉我们，早在将近2000年前，中原王朝的鼎盛时期就已经有先人来到了这里安家生息。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段长达1000年的记忆几乎被所有人忽略了呢？1955年，在安治石硖尾大火灾民、兴建楼宇、铲平山坡时，一座古墓突然现身。虽然部分县道被破坏，但整体结构完整。这是一座典型的东汉十字形墓室，虽非王侯规格，但穹顶严密，用料考究。2000年前的岭南海滨已具备成熟的工程形制。木砖上密集的菱形与网格纹不是随意涂鸦，而是专业的工艺处理。大吉番禺的铭文更揭示关键，这里早在2000年前就已经从属中原王朝的行政版图。贮藏器、陶屋、青铜器、陪葬品复刻了完整的生活场景，墓主人很可能是选派至此的外地官员。汉武帝平定南越后，皇权冲破南下障碍，这座墓葬就是统治者为了掌控战略资源，在此设立有效统治的物理铁证。汉朝的墓门关上之后，香港在官方的卷宗里沉睡了近1000年。但文明的种子一旦落下，即便在岩缝里也能汲取生存的养分。中原王朝的权力或许有时会鞭长莫及，但中国人的宗族血脉却源源不断与这块土地建立新的连接。北宋时期，河北的侯氏、江西的邓氏，这些带着中原文化基因的大家族落脚香港，开枝散叶。对他们来说，移居不是逃难，而是为了在更安全的地方扎下更深的根。宗族迁徙的从容节奏一直持续到13世纪，直到铁骑踏碎江南烟雨，一股凛冽的寒流席卷而来，将一个风雨飘摇的王朝强行驱赶到了南海之滨。跨过1000年，坐标跳转到宋皇台。2014年，港铁屯马线施工，意外唤醒了数十万件沉睡的遗珍。九龙半岛的身份被这些碎片重新定义。这里曾是官方盐场、官埠场，也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补给点。宋代的九龙湾西北岸已经是国际贸易链条中的关键一环。福建窑的粗犷，景德镇的细腻，这些清脆与润白不再是陪葬的器皿，而是漂洋过海
代表中国风土和审美的商品。宋朝的繁华不仅在于海外贸易，更看日常。竹林中的香炉，春宴上的水柱，书房中的砚台，1000年前的人们经营着极其精致的闲暇生活。但所有的优雅即将在1276年的春天被来自草原的铁骑彻底踏碎。繁华戛然而止，历史从生活转向了生存。视线转向白鹤山，这里纪念的杨亮节不只是臣子，更是国舅。当文天祥在陆地苦撑，张世杰在海上突围时，杨亮节是南宋皇室最后的肉身盾牌。庙宇依山而立，墙身繁复精细的10弯浮雕讲述忠孝节义。这种工艺上的执着，折射出即便相隔1000年，大家对末世孤臣始终充满同情和崇敬。气势磅礴的伊比鹤和伊比鹅，纪念杨亮节的显赫和高尚。山川依旧，但昔日行朝早已化为烟尘。1276年，临安城破，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护送2位年幼皇子南奔，杨亮节亦在其列，共同护佑这支残余的朝廷力量沿海转进。但命运在这里开了残酷的玩笑。杨亮节在九龙染病不起，他没能看到这支用生命换来的舰队驶向了崖山的死亡终局。残阳映照屋脊鳌鱼，就像天水一潮留在岸边最后的余温。所有的挣扎最终汇聚于此。面对大军压境，精致富庶的文明已退无可退，只能将命运交付给翻涌的波涛。在香港，你几乎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像这块石头一样建筑了如此巨大的王朝悲剧。宋朝的最后10年，襄阳、建康、临安相继失陷，2位10岁不到的小皇帝颠沛流离来到了这里。文化鼎盛的背影，300年从汴州到杭州的繁华旧梦，即将彻底消失在南海的巨浪之中。这块石头背后是2名小皇帝最后的绝望。9岁的赵氏在逃亡途中落水受惊，不到半年就病死。仅仅1年后，在珠江口的崖山，宋朝最后的10万军民选择与文明共赴深渊。当陆秀夫背着8岁的赵昺跳入大海时，历史再无转圜的可能。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文明的逻辑更迭。香港，宋朝最后的避风港，在那一刻见证了时代长歌的终响。宋亡之后，这片海域除了以张宝载为代表的海盗，并没有掀起滔天的波浪。直到500年后，另一种从未见过的巨舰破浪而来。这一次，他们带来的不只是贸易，还有一套彻底重塑这片山海的全新秩序。